南非猎豹深夜出逃，将3岁男孩一口叼走，拖进灌木丛饲养成重伤，被送到医院时已经脑死亡。父母不忍他承受更多痛苦，狠心拔掉氧气管。据《每日镜报》报道，坐落在南非自由州省的老虎峡谷野生动物农场是南非众多大型自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中的绝佳去处。这个农场与其他野生动物保护区不同，它是由备受赞誉的电影制作人和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约翰·瓦尔创建的。创办这个农场的初衷并非专注于非洲本土的动物，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日益减少的孟加拉虎种群问题。多年来，老虎峡谷不仅是孟加拉虎及其幼崽的栖息地，更是一个家园。这里拥有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如狮子、豹子、猎豹等。此外，距离老虎峡谷仅几米远的地方就是拉洛伊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既是探索野生动植物世界的度假胜地，也是保护和研究野生物种的重要场所。游客们可以深入了解它们的生态习性和自然栖息地。2017年3月，对于老虎峡谷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异常轻松的时期。他们只接待了2组游客，加起来大约10几个人。这些游客大多数都是20到30多岁的年轻人。这2组游客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这种氛围也让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充满了欢乐和亲近感。没过多久，农场的工作人员和游客一起举办了几次聚会和烧烤活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虽然农场并不鼓励与游客有过于亲近的互动，但南非人以其热情好客而闻名，因此外来的游客也很容易融入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使得农场成为了一个更加亲密和充满人情味的地方。3月24日星期五，老虎峡谷的经理雅各布带领所有游客进行了一次精彩的野生动物园之旅，让他们全方位地欣赏了整个农场的景色和动物。与此同时，雅各布的妻子索菲带着他们3岁的儿子特尔斯忙着为客人们准备晚餐。当傍晚来临时，游客们回到农场，享用着他们精心准备的丰盛晚餐。雅各布和索菲在晚餐后带着特尔斯返回旅馆，把客人留给几名工作人员照看。然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离开的那一刻，一场荒野中的派对悄然展开。这些游客点燃了篝火，随着夜幕的降临，派对拉开了序幕。到了晚上10点左右，所有的酒几乎都喝光，但幸运的是，他们身边有很多南非的朋友，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几个电话之后，一名参加派对的工作人员沿着通往老虎峡谷的土路走出去，碰巧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工作人员用现金交换了一些酒，然后出租车司机就离开了。但在工作人员带着酒返回的途中，他决定从猎豹围栏后面抄近道回去。围栏里关着4只猎豹，它们都被金属栅栏隔离开来。想要更快地抵达旅馆和接待建筑所在的区域，需要打开猎豹围栏的一扇门。穿过围栏，老虎峡谷的工作人员通常能很好地与这些猛兽相处，因为他们都是在圈养环境下长大的。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温顺，但他们会对喂养和照顾他们的人展现出友善的一面。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穿过围栏时，这些猎豹只是好奇地凝视着从灌木丛后面路过他们领地的人类。猎豹是猫科动物中最小的一种，它们更倾向于猎捕小型的动物。对于这些穿过围栏的人类来说，它们可能显得过于庞大。尽管猎豹不会主动攻击，但如果它们感到特别饥饿或受到威胁，它们绝对会采取行动。猎豹们知道工作人员每天早晚都会为它们提供食物，所以他们对伤害这些工作人员并不感兴趣。但当那名手里拿着酒的工作人员走近时，他用脚轻轻踢开了最后一扇门，却忘记将门锁上。在派对进行到清晨时，那扇门看起来似乎是关上的，但实际上只要有一点微风吹过，它就能被轻松推开。当派对结束后，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床上入睡，周围变得十分安静。猎豹们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其中一只走向未上锁的门，它嗅到了外面留下的空瓶子和零食诱人的香味。在太阳升起之前，这只猎豹不停地在场地上四处搜寻食物碎屑和其他留下的物品。早上6点左右，随着太阳的升起，醉醺醺的工作人员带着不悦的表情开始巡视。逃脱的猎豹在听到动静后，悄悄地溜回到周围灌木丛中。当雅各布、索菲和他们年幼的儿子特尔斯开车进入停车场时，前一晚派对的痕迹已经被清除。老虎峡谷的清晨宁静如常，没有人意识到其中一只猎豹已经失踪。当工作人员把肉块扔过围墙给动物们吃早餐时，那只逃脱的猎豹藏在一棵树上，悄悄地观察着。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场地上的人们来来往往。由于猎豹错过了早饭时间，肚子空空如也，它急切地寻找着食物。突然间，它的目光落在了特尔斯身上。对于这只猎豹来说，特尔斯似乎是一个更合适的猎物。年幼且毫无防备。早上7点左右，索菲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早餐，
而雅各布则驾驶吉普车前往园区另一侧喂食老虎。整个园区占地数百英亩，雅各布至少会消失几个小时。索菲让儿子拿着他的玩具卡车和动物玩偶去草坪上玩。每只猎豹和老虎都有几英亩的空间，每个围栏都设有栅栏和门，在这里，动物们从未成功逃脱过，因此索菲并不担心特尔斯会遇到危险。索菲忙着做饭并摆好桌子，特尔斯在草地和沙地上快乐地玩耍着。这个早晨看似平静，但潜在的危险却在不远处悄然等待。特尔斯背对着那只潜伏在树上的猎豹，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清理小屋，或者在喂食狮子、豹子和老虎。这只逃脱的猎豹看准机会，悄悄地从树上爬了下来，径直朝着在晨光中玩耍的金发男孩走去。他的爪子无声地踩在地上，悄无声息地逼近男孩。猎豹的肩膀高高抬起，头低低地俯着。此刻他已经走出草丛，完全暴露在广阔的绿色草坪上。如果有人在那几秒钟内经过，他们会立即看到这只致命的动物，但除了特尔斯，没有其他人在场。特尔斯一边唱着童谣，一边趴在地上推着卡车，全神贯注地玩着，对即将扑向他的猎豹毫无察觉。一瞬间，猎豹突然跃起，将特尔斯扑倒在地。猎豹锋利的牙齿刺入他的脸庞，特尔斯惊恐地尖叫着。由于体型悬殊，特尔斯被死死地压在地面上，无法逃脱和反抗。血腥味激发了猎豹的野性，它变得更加凶猛。猎豹紧紧咬住特尔斯的脖子，直接将他拖进灌木丛中继续撕咬，鲜血喷溅在他黄色的斑点皮毛上。由于遭到了猛烈的撕咬和拖行，特尔斯的衣服几乎全被撕破，全身上下都是猎豹撕咬的伤痕，尤其是腰部几乎被咬烂，左胸和腹部还有长达10厘米的伤口，身上还有多处骨折。特尔斯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且困难。当猎豹再次咬向特尔斯的脖子时，特尔斯歇斯底里的尖叫声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这一幕发生得如此突然和残酷。当猎豹咬住特尔斯的喉咙时，周围的每个人都冲出去查看发生了什么。索菲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当听到儿子惊慌的呼喊时，他从厨房跑出去，在门口，他看到草坪上可怕的场面，猎豹正骑在他的孩子身上，现场到处都是血迹。索菲心如刀绞，他毫不犹豫地冲过去，附近的园丁也跑过去帮忙。他率先抵达特尔斯身边，他用双手抓住猎豹的腰部，将其抬起。猎豹拼命挣扎着不肯松口，园丁不顾一切地与猎豹搏斗。特尔斯被一起抬起的那一刻，猎豹的爪子和牙齿直接穿透了他的皮肤，鲜血淋漓。特尔斯身上的汗水和血液交织在一起。就在特尔斯从猎豹身上摔下来的瞬间，索菲立即抓住特尔斯的脖子，试图止住不停涌出的鲜血。愤怒的园丁一把将猎豹扔到草坪上，猎豹撞到地上时发出一声惨叫，随后他立即站起来，迅速钻进灌木丛中。此时的特尔斯已经失去了意识，但他仍有微弱的呼吸声，他的嘴里不停喷出血泡，血迹染红了他的脸颊。索菲艰难地保持着双手的稳定，他不敢移动特尔斯，生怕失去控制使他失血过多而丧命。园区的工作人员们拨打了救援电话后，纷纷赶来协助。这一幕如同一场噩梦，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的心。紧急救援直升机抵达现场后，降落在草坪上，同时雅各布仍在老虎区。眼见直升机从他的头顶上飞过，当直升机降落在他的妻子和儿子所在的区域时，雅各布立即跳进车里。起初他以为是游客遇到了什么意外，然而当他赶到现场时，他看到妻子和儿子狼狈不堪，满身血迹的身体正被抬上直升机。他的心头一紧，来不及查看是否还有其他人受伤，雅各布立刻回到卡车里，驶向最近的医院。当他到达医院时，他的儿子正在接受手术。索菲在等候室焦急地等待着，医院的工作人员给索菲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医生在手术室里拼尽全力抢救，但为时已晚。特尔斯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脑死亡，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为了不让特尔斯承受更多的痛苦，他的父母别无选择，只能将他的呼吸机取下。这场悲剧深深地震撼了整个园区，这个原本宁静而美好的地方，如今笼罩在一片沉重的悲伤之中，每个人都为这场不幸而黯然神伤。当地警方认为这次袭击是人为错误导致的，涉事的猎豹被重新捕获并放回围栏内。为了加强安全措施，老虎峡谷的每扇门都安装了新的弹簧锁螺栓，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与游客一起饮酒的4名工作人员因其不当行为被全部解雇，因为是他们的疏忽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另外，那名偷运酒和不锁围栏门的工作人员被指控过失杀人罪，但考虑到这是一场意外事件，
他并未被送进监狱。事后，老虎峡谷的负责人对遇难男孩的家属表示哀悼，并承诺提供一切帮助。他说这是他们保护稀有动物时每天都面临的危险。他真诚地希望特尔斯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经历了这场不幸后，雅各布和索菲再也没有踏上过老虎峡谷这片土地。对他们来说，工作在他们儿子遭受袭击的地方太过痛苦。这场悲剧不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也深深地影响了老虎峡谷园区的未来。